有一些人一谈到 AI， 心里升起的就是恐惧，就是压迫，甚至有一种被推着前进的无力感。但是有一些人却觉得 AI 只是工具，反而可以让生活变得更轻盈、更有效率。为什么我们明明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上，却正在经验完全不同的世界呢？在2030年之后，你会开始越来越清楚地感觉到，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还在用同一种节奏生活在这个地球上。今天将会说明3种意识状态与 AI 所扮演的角色，而你是哪一种呢？嗨，大家好，欢迎回来我们的频道，我是朵娜，好久不见，也谢谢这段时间大家给我的祝福，我的搬迁一切都非常的顺利。今天我想要和大家聊一个让许多人同时感受到恐惧，却又期待，甚至有一些矛盾的主题，那就是 AI。在先前我们谈到2030年意识分流的影片当中，我曾经提过，地球正在透过加速的震荡，让人类的意识维度逐渐的做出各自的选择。但是你们有没有想过一件事情？如果意识真的正在分流，那么在所谓的5维新世界里面， AI 究竟会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？它真的会像电影或是节目里描述的那样，统治我们人类，走向科技集权，甚至成为2030年之后的主宰吗？在今天的内容正式开始之前，我想先用一个中性也很重要的角度来重新定位 AI， 也请你先记住这一句话： AI 并不会创造新的世界，它只会放大你原本所占的位置。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？你可以把 AI 想象成一个放大器，它本身是不会决定方向的，它只会放大你所站立的意识位置。用更白话的方式来说，就是真正的决定器从来就不是 AI， 而是你此刻所处的意识状态。本频道是为了爱、真实与创造而存在的空间。我的灵魂任务是作为一个纯净的管道，传递来自源头的频率。这里的每一支影片还有标题都是我顺流灵感而生的创造，并非为了讨好集体意识，也不受流量或是收益的驱动。我存在于此，不为教导，而是为了与你们共振。愿每一位来到这里的灵魂都能透过我的声音唤醒内在的主权，不投射，不依赖，拿回自己的力量，并以慈悲的视角看向这个世界。如果你与这一股频率共振，邀请你与我一起展开接下来的旅程。若你现阶段感到无法对平，那也请明白，每一个灵魂的进化路径皆不相同。请记得，不评判，不控制，自在的转换频道，这一份对自己与他人的尊重，正是你在示范何谓正面即兴，服务他人。我知道很多人心里其实都会有一个疑问，如果意识分流真的正在发生，那为什么它不像一个明确的事件？为什么没有某一天突然被宣告说，好，就从今天开始，我们世界正式开始分流了？原因是因为分流从来就不是一个外在发生的事件，而是一个被人类意识感知到的状态转换。2030它并不是意识分流开始的时间点，而是分流变得明显，可以被感知，无法被忽略的一个时间点。这个差异是非常重要的，所以请记得，分流并不是把人物理性的分开，而是意识节奏开始不再一致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意思就是在过去，人类虽然意识层次不同，但是生活的节奏、价值系统、现实的参照点仍然是高度的重叠。你也许可以和世界观完全不同的人一起工作，一起生活，你最多只是觉得我们想法不太一样而已。但是越接近2030年，这个差异不再只是想法的不同，而是你们对什么是重要的，
什么是真实的，什么值得投入能量的感受本身开始完全不同。你会开始明显的感觉到，有一些人活得越来越紧绷、焦虑，甚至好像是被推着前进。而有一些人呢，则会开始变得简单，变得安静，而且会变得清楚。但是请你们注意，这并不是在评价怎么样做，谁是比较高，谁是比较好，而是在说明我们正在用不同的意识节奏去感知同一个世界。意识分流之所以会被感觉到，是因为以下这件事情正在发生，就是你所站立的意识状态正越来越快地被现实回馈放大。在过去，人类的集体意识其实是处在一个高度稠密，而且是非常强的引力的一个场域里面。一个人即使长期活在恐惧、匮乏还有对抗之中，那些状态所显化出的结果，往往要很多年之后才会慢慢的浮现出来。但是现在，这个显化延迟期正在明显的缩短，这是因为人类正在进行意识去密度化的一个过程。当人类的意识不再那么紧紧的黏着在生存恐惧上，不再被强烈的集体惯性场给拖住，我们的念头、情绪、行动与回馈之间的距离自然就变短了。于是我们会以为，这时间是不是好像变快了？这个显化好像加速了。但真正发生的其实是我们的意识不再被拖慢了。所以你可能会开始发现，有一些选择一旦做出来的时候，你的身体立刻就会反应，就会回馈给你。有一些事情一旦开始勉强，现实很快就会将这些事情给卡住。那有一些关系，你一旦违背自己的意愿，能量的耗损几乎是即时发生的。我们实际会感受到的是，系统变得比过去更及时，而且更诚实的回应给你。而 AI 呢，并没有去创造这个差异哦，它只是把这个差异给放大了。所以在同一个 AI 的时代里面，有一些人感觉被监控、被取代、被压迫，而有一些人却感觉自己被支持、被扩展、被节省能量。这是因为 AI 只是在加速、放大还有显影你原本就站立的意识位置。如果你长期把安全感交给外在的系统， AI 反而会让你更依赖、更焦虑。但是如果你已经开始在震荡的时候回到自己的内在主权，那么 AI 就只是一个效率的工具。所以当你发现你自己和身边的人感觉到的世界越来越不一样的时候，并不是因为这个世界真的分裂成好几个版本，而是你们与世界互动的频率已经开始不一样了。这就是2030年为什么会开始被感觉到的原因。现在我想邀请你用一个很诚实也很中立的角度来看一看这件事情。为什么同样是 AI， 在不同人的生命当中会产生完全不同的感受？并不是因为 AI 在不同的意识流有哪里不一样，而是因为你站在什么样的意识位置。第一个意识状态是稠密的三维意识，也就是当 AI 成为主导者，在这个意识状态里面，一个人的内在其实有一个很深很深的恐惧，就是害怕犯错，所以他会很自然的一直在找正确答案，找一个不需要自己承担风险的判断来源。在这个状态之下， AI 就很容易被放到这个位置上，请你替我想，替我决定，替我负责。所以慢慢的，你的判断还有选择就被 AI 给外包了，而你的主权在不知不觉的时候早就已经交到了 AI 的手上。于是 AI 不再只是一个工具，
而是开始像一个新的权威。在这个时候的内在感受，常常是被恐惧推着跑，害怕跟不上，焦虑感一直在增加。这边请你们注意，这些感受的产生并不是因为 AI 太快太强，而是因为我们早就不在自己人生的方向盘上面了。所以当一个人不再愿意为选择负责任，也不再信任自己的灵感与创造力，任何的外在系统，那当然包含 AI， 其实都有可能成为你的主导。第二种意识呢，是四维的过度意识，也就是当 AI 成为内在的拉扯点。那接下来呢，是很多人正在经历的一个状态。当我们开始意识觉醒的时候，知道自己不想再完全的被外在系统牵着走，但是我们的内在却还没有完全的稳定，于是会出现一种很熟悉的摆荡感。一方面我们会感觉AI 很好用啊，很强大，也很省力。但是另外一方面，又隐约会觉得，我这样是不是交出了太多的判断权、选择责任还有节奏给 AI 了呢？在这个状态里面， AI 有时候是我们的帮手，但有时候却又变成一种好像要取代自己主权的一个外部支点。当我们开始意识到这些关键的问题，我现在把哪一些本来属于我的判断、选择、节奏交给了外在的系统或是工具呢？而我是否还保留了对自己感受的信任、对方向的主导权呢？其实在这个阶段里面，内在的拉扯是非常正常的，请你们放心，这个正是你们的内在主权正在苏醒的一个过程。那第三种意识状态就是五维意识，也就是当 AI 回到工具的位置。当一个人的意识稳定下来的时候，清楚的知道自己是谁，要往哪里去，那么 AI 的位置自然的就会往后退。在这样的意识流当中， AI 它不再是决策的人，而只是一个执行的助手。它并不会替你决定方向，它只是协助你去完成你早就已经清楚的意图。这样的使用方式带来的感受并不是那种刺激感，也不是依赖感，而是一种很明确的轻盈感。你会很清楚的去感觉到事情好像变得更清楚，我的能量被节省下来，这时候我将有更多的空间能够放在创造、连结与真正重要的事情上面。在这个状态里面， AI 永远是站在你的灵魂主权的后面。听到这边，你会发现 AI 并没有带你去哪一个世界，它也不会去统治你，它只会放大你原本就站在哪一个意识状态。当你的主权不在的时候， AI 自然就会变成主导的人。当你的主权回来的时候， AI 就会自动的去退回到工具的位置。所以请记得一件很重要的事情， AI 永远无法取代的是我们灵魂创造力的核心。我们的灵魂创造力正是来自于存在中的选择。但是 AI 确实会去取代那一些已经放弃站在自己的位置上，不再愿意承担主权的人。在2030年之后，你会越来越少去感觉到为什么大家不能理解我。也就是说，你开始不需要每一个人都理解你了。这是因为有一些人自然的就会淡出你的生活圈，有一些连结自然的就会去结束。这不是因为吵架，也不是刻意的做关系的切割，而只是因为你们的共振频率不再重叠，每一个灵魂都在走回适合自己意识节奏的现实版本。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，希望这一集的分享能够陪你重新去看待 AI， 也为你卸下一些不必要的焦虑还有紧绷。如果这支影片在某一个时刻
让你感受到更安住在自己的内在。我诚挚的邀请你按下订阅还有喜欢，也欢迎你把这份频率分享给你身边正在为 AI 感到不安的灵魂家人。愿所有看见这支影片的灵魂，在这个快速变动的时代里，都能够记得怎么回到自己，并且站在属于自己的位置上。我是朵娜，我们下周见，拜拜。